上那个早起了而又被宠死了。大家好，又是 Adam， 不是一个特别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来一个我又在没有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叫奥迪 Q5。本期视频呢是非常感谢车子特地从槟城下来的，那么它有奥迪2辆在手上，一个是 Q5， 还有一个是 TT。这一次呢就从槟城驾下来这一辆奥迪 Q5 2009年的。据我所知它总共是有4颗引擎可选择的，2.0公升的 TFSI， 我是后面这辆，2.0公升的 TDI 柴油，还有3.0公升的 V6， 还有一个3.2公升的 TFSI。当年我们是当导游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导游喜欢开奥迪的，可以买 BM， 可以买 Mercedes， 就是不要买奥迪，因为我们导游有做 sales 嘛，因为它4个0全部都是蛋，我们做 sales 不喜欢挂蛋挂蛋就没有钱来了。这是第一代的奥迪 Q5 2009年的车，它是一个豪华的 compact luxury SUV。想当年车主买的时候呢，它是4年车，来自于日本的 Japan Spec。那想当年在马来西亚推出新车的时候呢，新车售价为300千，你可以花10千块选配一个全景天窗，6000块选配 B&O 的音响，6500选配这个电动尾门。总之呢，你整辆车选配下来350千跑不掉。这个是它的钥匙车主为它带上了一个套，5钥匙进入还有5钥匙启动那这辆车其实你有改过东西吗？有改过灯 ，OK， 前面灯、后面灯，然后它的后面这个 diffuser 还有 bumper， 还有那个风网，还有 spoiler。尾灯的方面呢，是不是好像现在新款的奥迪呢？中国有玩的东西就容易买然后还有就是前面这个灯也是一样。它其实除了 Q5， 我相信还有 TT 那些都有。都有 Q7 都有，3米的灯我有改过，它真的是那个流水的，这个是卖30块，不算冷门它东西。中国很多 Q5。这辆车的轴距呢长达2807 mm， 长度为4639 mm， 宽度为1880 mm， 高度为1650 mm， 车身重量1850 kg。这辆车呢有配搭这一个电动尾门 ，OK， 这原厂。这日本来的时候都是这样，没有备胎哇，有个 subwoofer 这么大。它 original。它的椅背可以做倾倒，这边也是可以拉左右，可以直接拉而已。电动尾门，电动尾门。所以这个排气管是没有改过了diffuser 有加那个排气孔。至于它的后座，这辆车一点都不小，座椅都重新包过了，原厂的皮革好像会有一点带皱皱的，如果是久了的话。所有的奥迪跟 Volkswagen 都有的这个通病这里有一个小拨杆你一个拉，椅背就可以做倾倒，几乎都是躺平的状态还有2个 step 这里还有一个拉杆，一拉你的这个椅子可以前后。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我坐进去大概是在1个拳头，头部空间多过1个拳头。欧系车都知道了，它的皮革都是不会偏软的，都是有带一点点的硬少许。对于这个车来讲偏舒服的。然后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yes， 有一个置杯夹。以前的机械感满满。这边有一个冷气出风口，还可以调温度，所以这辆车应该是 Tri Zone 3个 Zone， 1、2、3。这边有一个 Power Socket， 还有一个储物空间这辆车因为它是 Quattro 4驱的关系，所以这边鼓起来是非常的高，因为有后轴在这边嘛。然后还有一些小心思，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小挂钩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挂钩这边有一个小手把这辆车的顶是有包过全黑的室内灯这边有一个把灯按。以现在新款很多都是 touch， 只要有一些 plastic 的地方，它都粘上了这一个 carbon fiber 的纸副驾驶的方面呢，这边就有一个手把这个地方不会黏这些窗户按键的。那声音 good 还有电动的座椅，还有一个 spec 是 S Line，S Line 就好像套件，就像 M Sport 这样AMG Line 这样子里面有 carpet， 豪华车该有了。ETC 这个就是日本 spec 它有 CD changer， 唱机也换了，以前是在里面的，看了很整齐的，现在也看了是 OK 吗？虽然是凸出来，你没有注意看你以为是原厂的。没有 start 车可以出来的，这些 button。很好听。奥迪就是以前出名在这边，而且这么久15年、16年。还有一个 S Line 的挡挂，这个换过了咯。那还有2个置备架，一个中央扶手，可以调整它的
高度，还有可以它的长度。这边有一个 Auto Dim Rear Mirror 之外，眼镜收纳格灯的开关。Japanese solid 啊，这里有一个拉杆拉一拉，我们就可以打开引擎盖了。这个引擎代号哦，它没有 mention 什么代号哦。好像是 EA888第2代，在谷歌 Wikipedia 这边就没有讲相关资料的话，09年的车你懂的啦，可能是第2代的 EA888 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原厂呢，它可以产生211匹马力，还有350个牛顿米的扭力，从1500转到4200转的时候，可以爆发最高扭矩哈。再配搭着一个7速的 S-Tronic 的双离合变速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之前在早期一点点的 Q5 好像是用 ZF 或者是 AT 的，后来它就换成了这个 S-Tronic 双离合。同款 Volkswagen 家族了哈，相信很多这些 parts 啊，比如说 oil filter、Volkswagen、奥迪，对这辆车有改装什么东西吗？啊 ，remake 过哦，所以它的 graph 在这边，原厂一拉出来哦是172匹马力 on wheel 的，还有大概300个 torque， 可是现在就195匹马力，还有330个牛顿米的扭力，这是 on wheel 的数据啦，所以大概200匹，保守 tuning。因为车主不要求马力，只是要求它顺就好，所以说 tuner 也对了这个变速箱做了一点 tuning，aluminium 的哦，很轻。扎实的声音。那么这辆车的避震器也是原装的，它没有那种可调式的哈，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了哈。前面是 double wishbone， 后面是一个multi-link 的设置哈 ，twin quad 啊，双活塞嘛。Michelin 的 Primacy SUV Plus 的轮胎235 60R18寸，前后都是一样哈。那相信车主以后就要换20寸了，再换上那个大包椅哈，外观看下去更加的爽。后面一样的轮胎尺寸，也是配搭着一个 single port 的刹车卡钳哈。其实它卡钳很大力耶，这辆车的重量。很配搭，以车这个车身的重量大概差不多1900公斤了。那有无钥匙进入 ，OK 有sensor的哈。然后这辆车的方向盘也换过了，比较新款的一个 D shape 的有 RS。然后我很喜欢这辆车的这个仪表哦，然后这张座椅很舒服，有电动座椅，记忆座位有2组的。哇，这个button的声音。声音真的是 perfect。我这个尾门打开了，这里就是打开的车头灯。前雾灯、后雾灯，室内的亮度调节。可是奥迪就没有什么用风琴式踏板 ，Start Button 就躲在这边哦。哦，这辆车也是有改过好10灯了，知道吧？前后都有。奥迪当年的室内的button的灯啊，很多都是采用这种橙红色吧，看起来很好看啊。晚上驾车的时候，因为当年没有流行气氛灯这东西嘛，全部都是button 里面带出来的。哦，你看它的室内 ，really 的 good job。这个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啊、哦，还有这个换挡拨片。这个换挡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要踩刹车，这边后面有个button拉一拉，然后你可以推去手动模式，用它的换挡拨片，或者是去到 S。所以这辆车的驾驶模式只有这样子。这边就是有一个 button， 按了按，你可以切换它的这一个仪表的中控。我这辆车8.9 km per liter，OK 啦 ，standard。打满一缸需要多少 liter 啊？160多块，95，差不多60到70 liter 哦，这样子。油缸大，这里有2粒 button 哦，只是可以调上下，这样可以看那个资讯。如果你要看更多的话，下面还有1粒 button 在这边，你按了之后，哇哦。这个拨杆哦，你看到这边有多一个，就是调你的 Auto Wiper 自动雨刷的敏感度啊，这些加上这一个，喜欢那个拨杆的感觉，可以，也是声浪还不错啊。那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 走。这是应该是我人生中第2次驾奥迪了吧，是吧？我之前驾奥迪 A3 Quattro。然后这辆车呢，因为它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它怎样都说哦，你一起步的时候呢，它是很明显会有这一个离合器，可是它这个离合器呢，就不像现在新款的中国的这个离合器了。中国车的离合器呢，就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去结合。当然我不是他说它不好，它很舒服，把你的车带入起步啊，可是呢，就是你很明显感觉到会有那个迟缓。可是呢，当你驾这个奥迪的话，这种已经是老经验了哈，你会觉得 OK 了，他们做得很好，很顺很快。如果你不仔细去品尝的话，你好像都感觉不出来它是一个 DCT。唯有就是当它在锁着一个档位的时候啊，你就放松油门那刹那，你会感觉到怎么会好像扯着你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好像你驾美诺这样，你挂着一个档，你没有踩离合器的情况下，你放油，它是不是会有那种 engine brake？会不会好像扯着你那种感觉啊？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来，我们想要访问一下车主哈，这辆车哦，16年了哦，为什么你会不舍得去卖这辆车，反而一直驾到现在？就算即使你买了新车也好，它蛮好驾的，蛮好驾，然后就也有点感情啊，就载过我爸爸。哦，我爸爸不在了。OK， 那这辆车会给你带来什么头痛的问题这样子吗？就会比较不省油，剩下都很满意。它的音响很不错。Bro， 没有人叫你一出去就是那个累呢。很多人都说，奥迪很好驾 ，handling 很好，handling 很好。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会去买宝马比较多呢？那问题在哪里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宝马也是好驾啦，没有错啦。可是就是买宝马的人会多过于奥迪。以前奥迪的有一个时代是蛮多的 A4 啊的那个时代哦。就当年你买这辆车之前，你是有考虑过买 A4 的是吗？有考虑过。后来为什么会突然看到 SUV 从一个 sedan 去的 SUV？ 那时候买的时候 SUV 还没有这么流行。哦，是啊。2014年的时候。OK。那就试试看 SUV 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当你驾了 SUV 之后，你可以回头吗？回不了头。那个视线高，视线比较高，然后离地界面也高，所以我们过 bump 的话，还有这些路比较稍微不平的话，也不用怕这辆车。这辆车其实原厂的话，奥迪我都发现到，只要它不是 S 的话，它油门反应啊，跟它的这个力道啊，还有它的换挡的速度跟它的感觉都是比较偏向舒服的换挡。如果你仔细看了这个 RPM 的指针哦，你会看到它换挡呢可能没有那个 MK7、MK6 的 GTI 来得快哦。你看它的换挡的这个速度，也是快的，不至于慢，很顺。我发现它的动力哦，过了2000转之后来得蛮饱满一下。所以它讲1500转来扭力啊！看我现在这样子2000转踩一点，已经是哇哦！而整辆车的这个悬挂啊，你不会感觉到很跳啊，有一点带软中带刚那种感觉啊，不会太软。可是你换了这个唱机，它还是可以回去以前的那个奥迪界面的。可以，但是它的线，我那个什么software我还没有调，所以现在是进不到。所以有些东西需要在唱机里面调的，不是那些设置。要找回这个人卖我的。人家想要入手这一个 Q5 的话，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通病需要跟他们讲的？需要照顾？其实我做了蛮多东西，喷油器啊，我不知道什么还有它的，因为车脚这些其实引擎我都有修理过，保养很重要，我都会提前保养，提前做 service。有烧机油的状况吗？以前有。OK。过后我拆起来洗那个嘎本过后就没有了。牙箱换过一次，今年刚好我生日的时候它牙箱爆。你的爆的意思是说换不到的牙，就停在路边了吗？直接停在路边，你听到下面有东西在跌倒的感觉。哇，牙箱爆！我真的停路边，对，然后直接拖车去做。那个牙箱换的是2手的，8000块，然后跟那个人工一起1万多块。但是它有坏过的东西我做过，它不会再坏。就是你要花一大笔钱，去把所有东西不要为了省钱而换这样东西，要的话一次过这一个整套，对，换到完，然后你就可以再战一个10年，像这辆车这样。要找到好的师傅啦。我发现到这辆车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09年到现在竟然没有什么异响 ，dashboard 门，你会发现到。这个是 very good job man， 我是有做过隔音。Alright，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切换到 Sport。哇，一切换到 Sport， 你看它的这个 RPM 瞬间上真的是5号档。哇，那个 Sport 完全的性格不一样这样子，很愿意去，一直要去。哇，爽啊，那里 AC 关掉，那个把灯按下去真的是舒服。踩完 ，kick down 也按下去了。通常我驾这种 Quattro 市区也好它不会给你太多贴背感，可是它很明显这样子是快的。OK， 我把一个58%的油门踩下去。
很有底气的感觉这样子。哇，爽哎，Highway。哇，哇，前面用什么胎呀？一直碰我石头。OK 了，好驾这样子，喜欢它在卡勒的感觉。而且我现在用 Sport Mode， 我完全没有在用 Pedal Shift， 我也没有用换挡保票，就让它 Sport Mode 的 Auto 这样子去，然后那个力是很肯去的，顺这样子，踩多一点点它就上，踩多一点点就上。哦 ，amazing！ 感觉到整辆车啊，它不是因为轮胎要抓地，它是整个车的刚性跟它的悬挂的支撑非常的好，不是单单靠轮胎嘞。看我在，哦，这个油门58%都不用哎，很有底气，我在按。如果一辆车可以让你一直笑着开的话，这辆车的确是一个好车，很开心。哇哇哇哇哇哇，跟萝莉一样快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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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它 brake OK， 它的 brake 很 OK 嘞。其实不用换，我是觉得 OK， 这个要美观了，没办法。啊对。哇，真的顺而有力啊！有些是顺而已，没有什么力。这个扭力啊饱满，也是加上它 tune 过了啦哈。这是 good tuning。车身重量的体现来了，1800公斤。试一下的换挡拨片。它这个换挡拨片一按下去哦，其实对这个年代来09年来说，反应是不错啊。按的话大概0.1到0.2秒里面就会有反应了。OK 了，在这个年代是蛮符合的。你知道有些旧车哦，按下去要等1秒钟。还有 S250啊，当年的那个车啊那些啊，尤其是日系车啦，欧洲车很少啊。哎，有啦，以前的 BM 啊，以前的 BM 旧的。讲的奥迪是毫无疑问的。OK， 那我们就把这辆奥迪 Q5， 哇，接到来这个云顶三角。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冲上云霄了，各位哈。哇，它的降档有补油，没有怎么听到 engine 声呢？觉得太因为我有做隔音，太安静了。我做隔音。哎，你前面有做吗？有，我有做。哇哦，除了门前面都有做，难怪。很多奥迪哦，一 parking 了之后，上了那个电子手刹，还会有那个的声音。奥迪就是一个独特的声音的，很奇怪的。这个奥迪 Q5 就叫到了云顶三角。我们下一集呢，冲上云霄见了各位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下个影片冲上云霄再见 ，Goodbye。